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这就是今天要选的牌1、2、3、4哈。来，今天的题目是他现在是我的谁？也就是说，现在来帮你看看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是什么？是朋友呢？同事呢？还是同学呢？还是亲戚朋友各方面的哈？来帮你捕捉看看了。来，第一张牌是圣杯侍者哈，来。被试着哈，如果你需要看仔细，你可以按暂停哈。好，第2号呢是女祭司牌，好，好，第3张是权杖侍者，好，第4张是金币7。金币7，好，你可以呢，依着它的颜色、它的构图，或是角色的表情哈，或是造型，你只要发现自己的目光很难移开某一张哈，那它的共振就会跟你比较强烈啦。好，如果你一直犹豫不决，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哈，闭上眼睛的第1秒会突然闪现过其中一张，那可能就是那一张，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选它。那你听一下那个内容呢，哈，如果跟你有点不符合也没有关系哦，跟你现状没关系哦，不符合没有关系哦，不用担心，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是预测到了你某一个未来的情况哦，或是你没察觉的一个情况，好，然后它在暗示给你哈，你可以等待看看，那或者你实在等不及，就再去听看看别的号码，看看有没有可以对应的，都没有关系哈。那就这样哈，如果选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来，我们从1号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现在是我的谁哈？来帮你捕捉一下你们现在的关系哈。好，帮你捕捉一下那一个将要发生的恋情哈，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好。先解释一下哈，恋人牌通常出现的时候，在我这里我都不会直接以恋人这个角度去，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的元素，它是风元素，表示速度很快，但它也代表了某种社交情况，就是很快速的接触，很快速的遗忘，一种很表皮的、很表面的、很一跃而过的哈，叫一跃而逝的，就是没有这么，它没有落地的落点。它就是闪过的。好，先简你解释一下是这个哈。来，那么我先看一下你们两个能量的关系啦哈。是哈，这是反正我必须说，他可能哈，他可能跟你是在某一个团体里，但是这不是个工作里面的团体，他跟你可能是别种活动里面的一个成员哈，然后你们每一次的见面都是打个比方，如果你们是教会的，就是你们可能是同一个教会的哈。那如果你们是时常去拜拜的或什么的话，你们都是时常在同一个庙里拜拜的哈。然后或是你们去做一个其他的服务工作哈，服务工作他可能是你那边的服务工作的同事或什么，但你们的接触非常薄，非常薄弱哈，没有什么太有深入的接触了哈。通常。因为他这一个牌在这里哈，他这个牌在这里，他比较多的是在讲说两个人的目的跟来到这里的方向哈不同，而且来这边有一个程度上不是你们去做的那个服务工作，不是为了交朋友，而是为了去服务其他人，为了去帮别人，或是为了别的目的，比如说宗教目的、信仰目的。哦，那个目的，你们去那个另外一个工作上面的目的，都不是在自己，也不是为了赚钱哈，都是别的哈，都是为了要实践一个内在自我精神价值。好，或是一个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反正就是一个找到价值的一个另外的活动了哈。所以你们在那个场合里，他现在是，然后
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它是一个还没有发芽成恋爱状态的一个所以恋爱牌在这边，其实它这里恋爱牌在这边的解释已经进入到一个它可能在暗示你了，在暗示你，因为今天来看牌的话，它就这样子暗示你说，那个范围里有这个人啦，有这个人只是因为本来就没有带着这样子的念头进去了，本来就没有带着这样子的念头进到这个范围里，所以彼此都没有察觉到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彼此没有察觉到。来我再帮你延伸一下恋人牌这一张之后的这个帮你延伸一下因为它这个牌它开始有一点点往我一开始想的方向走的不同的路了。我帮你大概推一下。好。简单来说，你们还是没有发现彼此，是没有发现彼此。可是你们两个有越走越近的状况里有越走越近你们的做的事情有越来越一致而且你们的出现的时间跟时间表也有越来越雷同，也有越来越雷同，就是你们开始走到差不多的路上因为那个风元素有对齐然后水元素在下面再把你们拉扯进来不过为什么我说你们还没有发现彼此？因为宝剑四的出现的状态来说，就是你们还是你们的目光专注力还是在处于自己的内心都不在别人。不在特定角色身上啦，不在特定角色身上，所以自然而然的，当然你们会知道跟你一起工作，或是你做的这个额外的工作、额外的服务项目的时候，你当然知道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是谁。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心并没有往感情上、恋爱的方向去看、去感受、去观察，其实没有。而且在我刚说，在这一个服务，我一直说服务可能1号的朋友，你必须要在这一个服务的范围里他在那里因为你们用这种服务的心态来说，你们内在的那一个爱并不是放在恋爱的爱上，而是在一个比较博爱、大众的爱、服务的爱上面。所以，因为这个爱 cover 了你原本的恋爱的爱，在这个场域里。所以你并不会特意的感觉到恋爱的爱，而且你还会觉得恋爱的爱在这里发芽的时候是非常诡异的，所以你发自内心潜意识就有点抗拒在这里发生这样。可是这个人，这个对的人，或者这个可能要跟你交往的人，他确实在这里。所以呢，目前看起来这个故事的发展是需要你离开这，或是在别的地方遇到这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展开那一条恋爱的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在其他的地方再遇到这里工作的这个人了，然后他这里有一个需要一个很特别的奇异点跟发生的事情，才会让你们有特别的感觉。我来帮你挖掘一下其他的事情会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发生啊？因为我这边确实有感觉到，他有一个别的，你们两个有一个交集的能量并不在你们认识的那个环境里发生，而是在别处别处有别种亮点了。帮你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你会，如果是位置的牌的话，位置的提问我要换这张。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国王就是这道4他这里
我看到的是你会在你原本的工作里再次遇到他一次，好特别哦。你已经在你原本的工作之外的场合认识这个人，可是你们会有一种新的情愫、新的感觉，会在你原本的工作，就是专门为了生活生存的那个工作上会遇到他，因为他这里有一个讯号是他在一个封闭的、原来的、禁锢的，你没有那么开心的。他其实是说你原本的政治并因为你为了生存、为了赚钱，所以你心态上是并没有那么开心的啦，压缩的。所以你会在别的工作、别的服务的项目，他其实在别的服务项目你要自己诠释看看啦。有一种是去。可是通常他那个性质的条件都是去帮助别人，所以一直说服务帮助别人，然后以善良为比较多的成分比较多的那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工作之余去假日或什么，或者下班之后找到自己的工作去多做的那一件事情，对，然后所以你在那件事情上面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啦，别人找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你会认识他。可是你们两个并没有发现。恋情上去，要回到你原本的工作上，会再遇到他。他这个情况会很特别，我不知道你原本的工作是什么，但是你会在原本的工作上面遇到，因为他这个封闭的状态里，那个亮点或什么，他在一个封闭的状态，而且是在一个被人指挥、被人控制的一个环境里，所以我把它推敲在你原本的工作里了，我再看两张牌，看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说，的确是你原本的工作哈，因为它这个就是有一点时间感啦。它这个时间感是用掉了你白天晚上的工作，所以它这个是你原本的工作，它把你用掉了啦哈。所以确定就是在你原本的工作里会遇到这个人啦，几率是很大。好，我再帮你看一个比较仔细的哈，我帮你挖清楚这个人的性格，你看看你附近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不好？帮你挖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各方面是什么样子的人哈。这个好了，因为你附近可能有很多来，我看到的不一定是固定跟你，就是你们见面的机会，我觉得蛮多的啦。可是感觉附近蛮多人，然后你要见到人，可能你可能记不起来是这个人。然后帮你看一下这个人主要的性格跟各方面是什么。就是说，我只能说这个人他其实看起来有一点点没那么外向他比较内在一点有点害羞而且他会让人家错觉他好像心情常常蛮不好的因为主要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各方面来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还在学习怎么比较外放，比较能够表达自己，但他一直都学不会然后他常常躲在别人的背后他常常他的朋友背后，他也不是一个主动要表达意见的，不是一个很擅长去表达主见的人这是他的特色啦。我觉得他属于一种过度谦虚他是一个很谦虚、很礼让、很忍耐的人不会强出头，不会特别去张扬自己的优秀或什么，他是一个很谦虚的，那是有点过度谦虚了所以在他跟你一样，他去找这个另外一个服务的工作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价值，而且他还认为这样子他能够真的对于整个人生或是社会对其他人有真正的付出他可能对自己本身是有点小失望的，所以他要在别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也因此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发现他，因为他其实把自己的光芒或什么都藏得很，即使他有他也把自己藏得起来所以他在你眼里或是在你的世界并不是一个非常耀眼的人差不多是这样他大概是这样。好，1号牌的大概我们能捕捉的一个方向就是这样了希望你能够理解你的这2份工作，毕竟是2个工作我是用工作来去形容这两件事但是确实是有一个是你原本的生活要赚的正职，另外一个服务的帮助别人，你可以去诠释一下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我觉得你可以开始做。不是说叫你去找一个服务型的工作啦，就是你也可以去捐钱你也可以去怎么讲，去当个义工这些之类的，就是有一点更多的善良去服务的这种
工作哈，才会比较他在那个领域里，你会跟他遇到。好，如果你特别是社会渴望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去试看看他在那个1号牌的朋友哈，那个能量里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好，那么就这样了哈。祝福你哦，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2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现在是你的谁哈？这个题我们是来捕捉说，他现在跟你是什么关系？他是你的同事吗？同学吗？上司吗？或是亲戚朋友的朋友呢？或是你朋友的朋友呢？这个方向哈。来，我现在来帮你看一下哈。好。这个先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能量的关系啦。先讲哈，6 King 说，他跟你在同一个工作公司里，但是他离你蛮远的，你没有见过他，他离你蛮远的。不过有的时候有一些公司的聚会或什么的时候，你会在同一个场合出现，但是好像没有交谈过。再翻一张看看你们的这个，的确你们两个是还没有交谈过，距离还蛮远的哈。我觉得工作的范围跟领域都还有点距离啦，并不在附近，真的不在附近哈。但是可以同一个公司，不知道我在这边的第一个直觉就是你们在同一个系统里工作，在一个系统里工作。来，你们还不认识，目前看到是还不认识，距离还很远。但是我突然有一个讯号，好像有见到了，我来确定一下这个讯息的存在的讯号的准确度。我不认为有见到，可是有在同一个场合出现过，可是宇宙并没有牵起来，我觉得没有牵起来，它最多只有帮你们调和到在同一个领域里、同一个场所、同一个空间里出现过，但是其实还没有机会遇到哈。好，同事啊，工作啊，我看一下哈。我再确定一个东西是同一个公司里吗？是一直在我拿这个，是，对，是在同一个公司里耶。不过，我必须说哈，如果你们真的是在同一个公司里哈，他的工作的职位是比你高一点，你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从他的命令来的，你很多的工作，可是你也没有，他好像不是直属你，或者他不是直接影响你的，但是他可能比你位阶再高一些，他有些判断，他有些决策是会影响到你的啦。这边有这个讯息哈，然后，你跟你的同事或什么都是需要听他的工作的哈，所以。大概这里能看到的是这个，那我还再扩大一下范围哈。如果你不是在外面公司上班或什么的话哈，那这个可能，我认为，相关工作。最低线就是相关工作或是相同类型的工作，可是他的能力跟他的收入都比你高，同一种类型的工作哈，或最多大概就是这样子哈。总之他在你这个系统里工作，他的影响力也有影响到你了，无论是薪水或什么的各方面，他其实是有影响到你的。目前最近的距离就是工作的职位跟工作的性质是很相近的哈。可是我还是比较。直觉去相信他跟你是在同一栋大楼或是同一个公司系统里面上班的人啦，但是因为职位真的是差得有点远哈。来，我想再确定一件事情是，见过没？近期他有在你附近出现过了吗？如果以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有看过他，你已经看过，就是说你眼睛记忆里的人选里面，应该说你眼睛在你们公司你所记忆的公司里面的人，或是这些系统里面的人里面，你已经记得这个人了吗？还是你已经看过但不记得？不知道。来看一下这个讯号，哎呦，7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再帮你多翻一下好了，这7的。你不知道应该是说你没有记得。我这边看起来是你见过但没有记得，我再确定一次是没见过还是你不记得？你没有记住？没有你好吧，好了。他这个讯号是说你注意力没有，你没有记住这个人其实有出现在你面前过，有出现过。然后你没有记住因为你那当下他出现的时候，你都在跟你的同事，你注意力都在你的同事身上你们的视野放的比较小，所以即使他在你附近出现过，他是一个工作的态度在你附近出现过，那你没有记住，他可能是你任何的工作上司之类的，但你完全没有记住这个人你可能只是觉得他就是个工作的上司或是一个比较其他部门的主管这样子而已所以你没有记住，这里真的没有记住，他这里的几张牌都眼睛都没有打开，我是想看看不到这里想看看不到，眼睛都没有打开而且这张牌告诉我的是，他真的离你太远了，他真的离你太远，就是你的位阶跟他离太远了，所以你看起来他那时候脸都看不清楚，你只知道看得到他的位阶，看得到他是个主管或什么比较远的就是反正讯号就是没有记起来，没有记住这个人但是他出现过，他在你的生活中出现过，公司里各方面出现过。好，帮你看一下啦你下次要再遇到他的时机点，大概还有多远了先帮你抓一下下次见到的时间，或是下一次你们两个会不会有真的比较直接的一个交谈啦我翻几张牌一次来解答这2个问题好了应该来说时间还没有翻出来，但是有翻出来说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个关系，有一个进展。可是进展的幅度非常非常非常小，最多只有你会记得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说可能有一个人来了，然后给你们一些新的工作，然后什么一些工作的内容吩咐，然后对你来讲这个印象很深刻，大概就这样，然后你会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是你并没有发现自己是跟他是感情上有连接的，因为2个人的水能量都还没有连起来所以无法有特别的情感，而都只是还是在于公司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因为倒吊人牌这里出现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他还在进化非常非常的慢然后死神牌在这边的时候有一种打断了这个进展，就是说他是需要跨越的，但是他是需要一个很强的能量让你们关系跨越，但是没有很强的能量出现反而是出现吊人牌告诉你说没有那个能量，它只是有一个边界要跨越了，跨了，但是没有什么好大的进展了，就只有一点点。所以下次你再见到他的时候，其实关系上也没有很大进，可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喜欢他的很特别这个关系，就是表示说这个人的外在或各方面的原本的印象并不是在你的菜里面，不是你的喜好里面来。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失望，但是因为他这里会预测到这一个人的话，表示他这个人可能在各方面是适合你的，宇宙才会去抓这一个人来，他是会有跟你有恋爱的机会的啦，或交往的机会的。好，再帮你抓一下时间点好了啦。这里因为这里的讯号都非常的薄弱，帮你多抓一点，看时间点，帮你抓6个月上下左右，上下大概加加减减会有什么？6个月的话
3个月到4个月的时候，会有一次新的机会来见面，然后那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交谈交流然后情感面。这个见面，我觉得它会像是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个庆祝活动，或是大家的见面，就是一个联谊的状态，然后会遇到，然后不过进展也是比较慢，但是这一次会有比较多的聊天然后会开始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开始会有。一季到半年内会有了。如果近期有一个活动的话，去参加他，你可能遇到他会有一些交流，会有一些进展，但进展真的好慢哦。而且彼此都没有特别察觉到这个我有一个，我可以帮你看一个东西，就是你们2个人相处，在下次再次见面的时候相处的情况。下次相处的情况会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或是特别的印象发生，或者是帮你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然后给你一个提示。下次你大概遇到这个情况的人，大概我们抓到的就是这个人来，你下次跟他见到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交流的情况就看这几张好了。很幸运的是，首先你下一次的时候会对这个人的外在跟各方面有感觉的，在下一次突然有了，开始有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有，之前都没有特别。这个就是很奇怪有时候会在突然那一刻就突然对这个人有特别感觉。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会对他有外在这一点，反正就是他的外表啦、谈吐各方面、声音都开始会有感觉了，而且是一触即发的。你遇到他的时候就会知道了你会知道这个人我之前见过好几次，怎么之前都没有那个感觉，这一次遇到就有的感觉。但是你心里会很害怕。你心里会害怕，因为你突然对于你之前对他的认知，突然有一个全新的陌生感，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今天对他特别有那个感觉，你反而会害怕然后他跟你的表示会比之前多很多，会有一点像是之前其实对你就有印象，他有可能会告诉你他之前对你就有印象，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讲很多特别的话，可是这一次他会开始对你有比较多的表达，然后你自己在这个方面也会有点吓到，那个不安感跟那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会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我们在找这个人，可你找到说这个心态就起来了，突然就害怕起来了。可能是因为你对这个人本身很熟悉，可是突然换成另外一个角色之后，你就突然觉得有点陌生了然后你会有点退，然后你们的关系可能又没有如预期一样往前走。但是这个发展还不错，我觉得这个发展还不错，至少有跨出那一步了然后他有可能会再往前追再更跨进一步，该更亲近你可能你自己各方面你自己心里那个不安，自己要整理一下。心里的不安还蛮强大的，并没有那么小你会对于这一次的比较更接近的关系，你会不安感非常加重但是心里又知道说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得很有魅力，对你来讲很有吸引力所以你会在这个挣扎里面有一点点困惑，这需要一点点时间了我觉得你可以先试着先从2个人独处去约会或什么去多了解这一个人离开工作范围，不要谈工作，这里头不要谈工作，慢慢就可以解除他在你心目中有一个既定的角色的这个位置然后变得比较更加的亲近。可是这个有一点危险，是因为你们好像工作上也会遇到，平常也会遇到，他这个角色的转换有点辛苦，所以前面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适应这个角色转换好，大概是这样子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这个是很大的机会你会遇到这个人，在这些场合希望能够帮助到你找一点方向那么祝福你，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3号的朋友好，今天的题目是他现在是你的谁？他现在是你跟你是什么关系？是你的上司、同学、朋友的朋友或是亲戚的朋友这些的我们来看看看看他到底是谁，然后先帮你捕捉一下你们2个人的能量的发展现在进度到哪里了。
他是你，等我再翻一张。我这边有一个讯号是，我直接讲，我看到3号朋友哈，另外一个人比较进去，他会在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朋友的朋友，但是他不常出现，然后他会在什么情况出现？他会在你的朋友在追另外一个人，或是在跟另外一个人确定关系，或是求婚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在同一个场合出现，或是你的朋友结婚的时候，你会在同一个场合出现。然后你们的距离在同一个场合里面算是不靠近的，算是有一点距离，但是他可以在比较远的地方遥望到，你会看到你哈。然后你们认识的机会会在于朋友跟朋友，这一关就是就是朋友的朋友的时候，你们就会认识了。然后你们很快的会转换一下两个人。我觉得这一题，因为水能量，好多人自己看，好，我觉得你们只有一开始的认识的当下会有一点点的理智。应该是说去判断一下这个人是什么，然后很快的就一拍即合，就会跟这个人感觉就很好，你们很快就会联系起来了，可能会一开始就约出去或什么的哈。你跟这一个人的认识需要在朋友跟朋友，但是记得他会出现在一个很特别的状况里认识他，他不是一个平常跟朋友约出去的情况认识的，他真的要有一个很强大的祝福的状态里，所以我才会说婚礼或是求婚。或是其他的有关于喜事的方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跟他在同一个场合里面认识，这个几率最大啦。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小范围是朋友的朋友，所以也不要那么气馁，一定要那个场合，反正他还是有。3号的朋友，他是你朋友的朋友，这讲很多次了，值得注意一下。不过他并没有说我是要你要常常跟你这个朋友出去就会认识他，其实这个几率这个不在这个范围里，他真的比较像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他会出现，因为那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很完整的魅力的时候，就是说他有打扮，他的魅力是很完整的，然后你们彼此在某些羡慕跟寂寞的心情下看到彼此的时候，很需要彼此，这个突如其来的触动的火花会在这一种别人的幸福里沾染到你们的关系，提升你们的关系。来仔细看，来直接看一下两个人的契合程度好了哈。用另外一个，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个性契合程度如何？哇，我只能说你们两个会有一触即发的火能量。你们两个是有一种炙热的感情或者炙热感情，然后可是两个人又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独立个体思维的人，所以你们两个常常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碰撞，可是这个碰撞却会激发你们两个更想在一起、更想连在一起的一个氛围。好啦，太多幸福的讯号了哈，然后火能量一直在转换，火能量一直在燃起、销毁、燃起、销毁、燃起，就有点像是重新点火、重新点火哦。两个人的感觉真的很像是那种，有一种一瞬间就看对眼的讯号了哈。真的有，可是彼此对于爱情的价值观又有点太雷同，又有点想要掌握对方、把握对方，而且是整个情况都占有欲有点强。占有欲有点强，两个性格各方面都有这个，不知道是你们原本占有欲就很，还是遇到这个人占有欲就提升。可是这一组牌我看到的很多是水能量跟火能量在里面控制你们两个的关系，控制。所以该说是很浪漫吗？还是很激动？我是个人比较偏向说这一段关系会让你很激动，两个人彼此都会很激动。不过这一个火花真的很强，这一个人遇到的时候火花真的很强。算是一个炙热跟激烈的关系啦哈，你可以期待一下哈。来帮你看一下时间点哈。时间点来说的话，半年内吗？半年内来看看，半年内前后左右，会让你碰到这个人吗？半年内是会耶，半年内就会遇到了，而且稳稳的。现在这个流向稳稳的往你们两个人相见的地方，中间好像不会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耶。而且他这里有一个提醒啊，这个人会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个人，你也会很惊讶为什么是这个人，你也会很惊讶你为什么突然会喜欢这个。反正你们的感情的碰撞瞬间，对你来讲算是一种惊喜，可是其中连带的陌生感还蛮重的，在这个。他是一个你不熟悉的状况，也是一个你不熟悉的人啊。就是说，你以前交往的对象或什么，并没有出现这一种类型的，可能你也不知道自己会被这样子的人吸引呐。来帮你看一下这个人，捕捉一下这个人。怎么办？他这里有说，其实你曾经期待过要跟这样子的人交往，你曾经期待过，但你忘记了。这边有发现说，你会在很奇怪的角度上欣赏到这个人，譬如说他有点吵吵闹闹的，譬如说他有点跟别人有点小争执的时候，你反而很喜欢。然后我这边甚至提醒你，你的朋友甚至会告诉你说：“哎，这个人很讨厌，然后不喜欢，然后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说？可是你就偏偏特别喜欢，突然有一个叛逆的个性跑出来了，你就偏偏对这个人有很多你原本价值观跟定义上的叛逆跑出来了，你就突然很想要跟这个原本你不预期的形象的人，或是让你感觉到不安稳的人，就很想跟他交往。看这一段特别奇怪哈，特别啦，就很特别了。然后他很像你以前曾经有许过想要在一起过的人，可是，在电视上或是剧里面想要跟这种，可是你实际上是不想这么冒险或者这么激烈，然后这一次却会遇到，然后你就觉得都遇到了，我就是要试看看这种感情是什么哈。那我帮你看一下这个稳定性好不好哈？两个的持久度稳定性，或是持久度，来冒险一下，来翻一下关系的续航力好不好？但也不用担心，若续航力不长，我们就当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交往经验啊哈。其实这一个点我刚前面就看到了，只是我没有说。但他如果出现第二次，我就来跟你说好了。好，首先呢，因为前面你们个性都比较独立嘛，其实你们两个的相处其实蛮多性格上的摩擦，蛮多性格，可是因为两个人有些吸引啦，有些吸引。我跟你说，但里面这个吸引不像恶魔牌的那一种外在完整的性，而是你们的有一种契合度跟一种稀罕度很稀有的性格碰撞，你们会觉得很想试看，很想在一起。就他有一种很好奇心跟一种太另类了、太特别了，你从来没有遇过的状，所以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可是你们两个的碰撞真的会很多哈。我个人认为，续航力不够，你们会常常在某些摩擦的时候休息，摩擦的时候休息，很激烈，然后分分合合的机会也很多。他所谓的分分合，并不是说分手在这里，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会常常黏在一起哈，常常会给自己比较多的空间，然后你朋友会常常跟你讲很多，劝你很多事情，跟你讲，可你都听不进去，因为前面有一张圣杯四哈，这个你听不到哈，但是简单来说，你的朋友可能不太认同这个恋情，但是你自己觉得很激烈，你觉得很特别哈，你会觉得很珍贵，在你的人生里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爱情经历哈。我只能说，不能说续航力不久啦，只能说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顺，好，他没有，可是你又没有那么厌烦，我看的是你没有那么厌烦。你没那么厌烦，你没那么无奈，没那么厌烦，反而觉得有点刺激。反正就这一段关系会引诱你一些你从来没有过的性格，或是你以前有的性格，但是你已经把它修饰掉，比较安全的性格。现在性格是比较安全的，可是你心里其实有一种叛逆跟想冒险的性格，在这里被触发起来了。好，我觉得
看到没？这两个东西阻挡不了了。我觉得这一个关系势在必行，是必须要出现在你的人生的。好，我觉得其他人也没办法觉得怎么样。好，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这个关系可能就很短，没有，我也没有。我觉得这一个感觉实在太炙热，它后面有很强的丰收，有很强的收获，但是这个收获是对你的人生有影响的收获，还是你收获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给答案。我只是觉得这一段对你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遇见，非常特别的遇见。你以后回顾起来，你会很珍惜，或是很开心，你曾经有这一段，或是你们两个到后来还是在一起，但是你们两个会感受到，你们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这种激烈的，然后后面才知道怎么样相知相惜，才知道怎么样去跟这个人相处，找到相处的方法哈。这也是有可能发展的，他并没有一定说这只是其中一段而已哦。我只能说他是你们这个阶段，我着重在你好了，你这个阶段必须要经历的这一个炙热的感觉哈。好，大致是这样哈，这是选择3号的朋友哈。好，我觉得若是我会很害怕遇到这样，但我又觉得人生应该要遇到一次，至少一次，让你感受到什么叫炙热的爱，或是知道什么是爱，好，知道什么在不稳定状态中还是要很想爱的这个情况哈。好，我觉得很浪漫了，希望你遇到哈，也祝福你哈，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到4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现在是我的谁啊？他现在是我的谁？那他可能是你的朋友的朋友，他可能是你的同事，他可能是你的同学哈，或是他是你远房亲戚的亲戚，或是远房亲戚的朋友，不知道哈。就是来帮你捕捉一下你们现在这两个人的能量，来预测一下两个人的距离哈。或是空间上的距离各方面，来，好，这里我没有看到他是你的谁，但是我有看到说你们的那个感情正在发芽中，要收获了，要收获了。就是说，你们两个的故事线，自己的故事线已经走到两个人要遇到，要有你们的故事线要开始的一个状态里哈。时机已经来了，时间已经来了，而且该收获的、该得到的礼物哈，或是到底是谁，这个答案也要快出来了哈。好，这让我更有兴趣去翻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好，来，我再仔细问他，我要知道是这个人到底跟我们今天的关系是什么？他是共同是什么各方面的？告诉我一下他的角色好吗？2张。我必须说他是。哇，这个讯号太明确，他是你女性的朋友的工作里面的同事，这是我第一个得到讯号。第二个讯号是，他是你，反正你女性朋友、女性姐妹也有可能哈，但他也有可能是你妈妈，反正就是一个跟你有女性关系的人的同事。哇，这个范围实在太广，我必须要抓准一点。就看这个，就确定一个角色了，朋友啦，她是你女性朋友的，女性朋友吗？好像有3号，这两个都没有很确定，有讯号是女性朋友，但是有一个3号，3是朋友、同事、女性同事，她是一个你的女性同事，然后跟你比较好像朋友的人哈。然后这个人平常可以给你出主意，你很多事情跟他会给你比较多的主意。他不一定跟你很要好，但是他常常会给你一些生活上的建议或什么的哈。他在比你有智慧一点，他比你有智慧一点，不一定比你聪明，但是他比你更有智慧一点，生活的智慧和各方面。然后他在某方面其实也是比你有理智一点哈。反正你心理上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找他去聊。他更像是同事，他这里更是同事哈。
更多是同事，朋友的成分也有了，反正好。好啦，女性的目前先捕捉范围，女性的同事里面的朋友，哦，女性的朋友，对，反正就这样，就一个这个范围，大概是这个范围。好，好，女性的同事的朋友边的范围是这里。好，所以要怎么见到面呢？因为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朋友的朋友了哈，可是同事的关系真的是比较多。来看一下，帮你直接看你们未来的遇到的情况会是什么哈，因为有很多特别的情况啦。你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会是什么？现在只能捕捉到这个角色，可是也不可能说特别去叫，因为也我觉得这样主动去创造一个机会，我觉得不好。我觉得我比较希望的是说，被动的在某一个范围里、某一个空间里彼此巧遇、彼此遇见，而不是方向这么准确啊，你就要去找。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如果给讯息太多，然后你去用找的，我觉得通常会把整个能量弄了，而且越找越找不到。我一直相信越找越找不到，只是给你一个方向，让你乐观的去期待就好了，乐观的去知道说。这里有这些能量有可能会发生，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幸福。我觉得在感受上是比较幸福的。你会知道你的生命里有爱，这个有要给你爱的人正在接近，正在靠近。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哈。所以我帮你看一下你们未来遇到的情况可能是什么样子哈。以这种角色来说，我一直等一下先看翻哦。这个有一次，好，先把这个移开。我一直感受到风能量哈，这个风能量一直让我觉得说，我一直觉得你们中间有很多事情，把你们本来，他这个想象比较像是说，你们的相遇是在一个水上，不知道是海上、湖上还是河上，不知道，反正你们是在一个比较平静的水面上哈。然后你们其实一直都在往对方，你们有对齐，你们一直都在往对方的方向走来，可是中间都一直有很多风能量吹风，然后让你们的船帆让你们会转向。可是很特别的是，无论怎么吹，然后最后都还是会对齐，再往对方的方向走去。可是就常常拖了太多时间了，所以钱币八出现的时候，一直在告诉你说，你一直要，我一直看到是你要有收获了，要得到了，要什么了，可是又好像怎么你领取的时间又被拖了，你领取的位置又换了哈。本来是叫你在 A 地点要领取，一直都有要给你领取的这个人，可是他每次就是该领取的时候就换位置或什么的，然后能量本来就像这里哈，本来你该领取的那个水能量哈，它突然又洒出来了，又必须要重新灌溉哈。然后我总觉得因为水能量国王牌它一直在控制这个关系，让你们两个关系是在平稳的状态下遇见的。可是因为有太多的外力在影响，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它这个整个在我脑里的画面里，就是一直有点原地打转啦。关系是一直在保持，一直在一个要近不近、要远不远的距离里，让你们两个一直没有办法遇到。而且刚刚前面我们预测的，他是你的谁？他是你的同事的朋友，同事的朋友里面的朋友圈的人哈，所以很近又很远，就是一直没有机会遇到哈。这里我在看什么时候遇到也是没有，我在用另外一张来帮你看，你们大概要在什么情况上遇到了。觉得这比较重要，让你们看到底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上遇到。时间我等一下再帮你看。不过在翻牌之前，我可以讲啦，如果你一定要一个比较主动的比较侵略性的、比较行动力的，就是还是一样老话，多跟你的朋友出去玩哈，他会在某一次就碰到，这是一个最基本。但是我再看有没有别的特别的。
是没有讯号。这一题我都没有收到。我只得到一点点的讯号是，你们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巧遇啦。然后这个巧遇跟你的朋友跟你的都没有关系。虽然他是你的同事的朋友圈的那一区的人，但是你们的巧遇跟你的人际关系没有关系耶。他反而是你们的巧遇认识之后，才发现原来你们有共同的朋友，然后你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之类的哈。这是一个比较后面的顺序来说，比较后面的。你们的相遇确实是比较多巧遇，所以我就一直往那一条线往去看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连起来哈。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船上的风或什么在什么的，你们这个一直旋转，它真的是会让你们在一个很随机的状态里面遇到的，并不是一个安排的，可能就是你们关系里面的风能量太混乱了，你们最后只有自己的在自己的旋转里不小心碰触到，然后对对方有印象，有一个很深刻的火花会跑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帮你看一下这个火花到底是这样子的火花会在什么样的情况遇到。因为现在推到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可以翻到一些实际的遇见的状况了。好，给我一点讯号，让我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样遇到，在什么环境下遇到。我有一些特别讯号。哇，这样啊！哇，他会在一个，我简单来说，晚上你没去过，而且要一个人去的一个店家 pub 活动，它必须是要晚上的活动，而且它更多的，因为它的勇气性质给太多了，它是一个个人的独立的状况，你自己去的才会遇到，很奇怪。我当然希望你有朋友跟着一起去。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跟朋友一起去的时候，但是会在你一个人落单的时候遇到这一个人。他可能会是在去 pub 或是晚上去参加聚会的时候，私人的聚会、大家的聚会或是户外的聚会这种各种。但是他会在你落单，他就是要你一个人的时候会遇到这一个人。那个能量会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旁边没有其他能量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因为它有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我有感觉到在你个人的时候，你旁边是寂静的、安静的，你会回到自己内心的。即使环境再吵的时候，你还是个人是非常安静、稳定的状态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人吸引过来。那这个人他的能量是被动的，他会在你非常安静、非常个人的情况之下，他会感受到、听到、注意到你的光芒、你的能量，他会就这样走过来。这是一个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所以他真的跟你的朋友真的没有关系，因为他这个独立性太高了，都是一个人，然后又是圣杯四，他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人，听不到，我是看不到，我就是要自己的，我不想感受到任何情绪的一个独立个人个体里，然后又是愚人牌，又是一个个人的勇气往前走，一个人去承担各方面，那就是独立性，这个也是都是一个人所以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状态啦。它需要你去一个很多人的场合，却要在一个人的状态里跟这个人认识，所以它有非常多的难关或什么。但我个人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偶然性的一次相遇，它是一个非常偶然性的一次相遇，只是它确实不在要靠你朋友介绍或什么牵线，没有这个东西。第4号的确实这个偶然性、随机性真的蛮高的，所以我希望你去期待这个偶然性，而不要去追赶一个这样发生的事，因为它这个时间点并没有出来，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去翻时间点了因为我觉得，因为它毕竟是偶然的，它这个非常随机的话，时间点就不捕捉，因为它
这个才会有点像是风一样的。所以它现在这个风能量更让我现在的感受上，它比较不像是一个混乱的风，而是它让你们两个关系里面呈现一个高度的随机啦。他希望这个偶然或什么相遇的时候是浪漫值是非常高的，能够看到很多水能量再去做牵引它有点像是创造了一个非常高浪漫值的一个邂逅了所以可能你要期待一下。虽然我们在捕捉，我们有认真我有在努力帮你捕捉一下他跟你的关系，可是那都是后话了，那是后面的。以篇章来说，这不是一开始，这是后面才发现说，原来你们有共同的朋友，有什么相同的，有一个交集点，那都是后来的。故事的开始是用偶然的、很随机的方式去呈现的。好，这就是选择4号的朋友好，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你期待一下祝福你啦谢谢你来听。